就很悲惨。怎样悲惨呢？那方婷，我们看到方婷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已要卖掉什么自己的牙齿，卖掉，为什么要卖掉？所以她哭了，因为被拔。什么叫活生生的被拔牙齿？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哦。你看它图片就是1787年18世纪那个正子工业开始分有钱人，跟穷人有钱人因为都吃糖吃很好，所以牙齿都很快就烂光。你看那图片中里面那个黑人怎样被拔牙齿？拔完之后给谁？三宝牙科讲喙齿，大家好，我是三宝老爹。我们把这个系列课程称为牙科通识课程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自体牙医子通识课程。像我们大一牙医系大一都会有牙医学的通识课程就介绍牙医到底在干嘛然后把这个系列来跟大家分享当然会讲的比较难一点点，讲一些临床的部分自体牙医子的部分比较少医生在做啦这个系列比较长，可能会分为上下2集。上半段我们讲一些疗程过程，下半段我们分享一些 case 也是蛮好玩的啦好，那何谓自体牙医子英文叫 auto transplantation，auto 就是自己的意思啦然后 trans 就是交换的意思plantation 就是种植的意思，然后就是我们拔掉不用的牙，来替代坏掉的牙，像你们图前面那个大臼齿坏掉，我们把后面那一颗智齿不要用的，把它拔过来放到那边去也是可以用反正自己的牙齿智齿长不出来，那过来用是 OK 的，所以它是植一颗真正的牙，而不是植一个人工牙根，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植牙啦然后呢，它包含的领域，第一个要拔牙，所以牵涉到口腔外科，然后呢，拔过来之后呢，如果你是成人的话，本来是里面有神经的牙齿，拔过来之后呢，里面神经会烂掉因为没有血液供应的，放到新的地方也没有血液供应，所以还是要做根管治疗。接下来呢，第3个部分要做假牙或者是牙套所以在医院的话，可能要跑这3科第一个是口腔外科拔牙，第2个去根管或显微根管抽神经，然后再去假牙科做假牙。当然假牙有没有需要做还不一定啦看 case 啦好，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发明的啦这已经很久的历史了。我们源自于18世纪，这部电影叫什么？悲惨世界，对不对？就很悲惨。怎样悲惨呢？那方婷，我们看到方婷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已要卖掉什么自己的牙齿，卖掉，为什么要卖掉？所以她哭了因为被拔。什么叫活生生的被拔牙齿？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你看它图片就是1787年18世纪那个正子工业开始分有钱人，跟穷人有钱人因为都吃糖吃很好，所以牙齿都很快就烂光。你看那图片中里面那个黑人怎样被拔牙齿？拔完之后给谁？给旁边那一个。所以方婷就是这样子被拔牙齿那以前的成功率很低，这个不算自体牙，自体就是我自己拔给自己用，我们称为 LLO 就是异体，以同种异体就是拔掉给别人，然后有钱人就在那旁边等你的牙齿，然后再放进去他的牙齿里面那以前的成功率很低，因为我们是做异体医院，以前没有抗体抗原的概念像我捐过骨髓要做很多检测所以而且那时候很容易得到梅毒那年代流行过一阵子，后来就不流行可是呢，最惨的，你看那方婷被拔为什么会哭？现在没有人拔牙哭的为什么哭？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麻药，那个插图是18世纪17多的时候拔的，对不对？18几年19世纪才开始有全身性的麻醉，而且这麻醉是也是牙医是发明的啦那有局部麻药了，我们现在都每天都要用局部麻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20世纪中才发明的，所以那年代拔牙都很可怜硬板硬喘，做可怜的硬喘，无法度就是安尼来治疗。以前对痛也没有无法度拢是直接拔牙治疗，那时候还没有根管治疗反正都是痛烂就是拔掉
所以方婷为什么会哭成这样这么惨，就是因为怎样活生生的被拔。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拔，活生生的被拔啊，你会不会哭？一定大哭的。18几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法国军队在滑铁卢战败死了5万多名，然后那些尸体就有些人开始要把他们这些死人的牙齿拿来用做什么？做这个全口假牙。好，第3个我们讲成功率。那什么自体牙移植最重要的成功率是什么？是牙周韧带。你看一下牙周韧带，牙周韧带就是包在牙根周围的一些组织。我们牙齿是插在骨头里面，可是直接跟骨头接触吗？没有，是靠着一层牙周韧带，所以我们关节之间都有一些韧带来做接附所以是牙周韧带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临床的照片就知道了牙齿拔掉之后要放在不同的齿槽骨里面，就是放在这个蛀烂的，我们把智齿拔过来放。那牙周韧带如果拖太久，它也会死掉。所以研究来说就有做左右2种左边是泡在生理食盐水，右边是泡在什么就是干燥的空气。所以你在外面你看18分钟它活存率还有 80%，30分钟还有70%，60分钟它也是有70%以上右边这个呢，你放在干燥的环境呢，怎样？它很快掉很快30分钟以上就已经掉到什么？掉到3成以下了，28。21，所以就是太干燥的话，旁边外围的牙周韧带细胞就会死掉，所以要赶快。所以我们也是跟时间在赛跑。这个观念用在什么？用在车祸，你撞到牙齿掉了怎么办？没关系，把它泡在冰牛奶，或者是赶在水里或者赶在嘴巴里小孩子没办法小孩子把它吞下去，牙周韧带细胞已经死掉。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撞到之后牙齿要赶快放回去，赶快去医院把它接回去，把它找一找接回去，还是可以用，它还是可以长回骨头好，所以牙齿韧带细胞死光了会怎样？你放进去会怎样？它的牙根就会被吃掉。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部分跟时间赛跑，所以只要治疗的术式妥当，大概它的成功率都有95%，大概就是跟植牙一样。没有100%，大概就有95%以上，所以你可以选择植牙，也可以选择自体牙移植。如果你有智齿备着的话，当然智齿很大颗你不能说门牙种一个智齿，不可能差别地理，空间不够这样知道吗？所以它的适应症呢，什么样的人有？第一个你要有智齿你有备用牙，第二个你没有牙周病如果智齿有牙周病也是不能移我们牙周韧带就是牙周要很健康。第一个年纪不要太老，70、80岁老公我要安尼做我讲你大概歹去没有不想理他那个因为细胞我们讲说细胞活性，因为大家越年轻细胞活性越好不要缺太久你要拔牙拔很久，拔5年了，拔10年了，你说我还有后面要自己要不要移过去，很难的那骨头会缺损太大，还是植牙比较适合那费用的部分有分这2种医院跟诊所。为什么移植费有分健保跟自费？因为健保局规定的诊所没办法做这个，诊所这个术式比较困难要写那个乙式所以只有医院可以申报其他的部分呢有可能智齿的根管比较复杂，有可能进入到显微根管去做治疗，这部分也是自费啦有没有需要做假牙，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自费。那有时候我们要评估3D 电脑断层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些费用还有一些3D 列印的费用有时候视情况我们医生要做一些术式要模拟的话好，等一下接下来呢那费用不是我规定的这健保局我们那个申报明细就有一个这个部分auto 去 auto 卷不的分店，这本来就有健保给付没错，可是只有在什么基层院所有没有？没。你在医院有没有？有，打勾。所以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健保局讲的，诊所没有给付。可是有没有需要做显微有没有需要做假牙这个就没有健保给付了好，接下来我们讲到流程。所以假设你有烂掉的前面的大牙齿
然后呢，你的智齿医生说他可以做，把它移过来。那总共流程是什么？第一个要先拔牙，可能要拔2颗，可能通1次，可能分2次。好，第二个要抽神经，成人的话就是要拔掉之后里面的神经会烂掉。第3个呢，可能要做假牙，就是大概的流程。当然，你这样子去问诊所的时候，或者去问医院的时候，通常在诊所你会得到2个反应。第一个，医生跟你说我不会，正常90%的诊所都会跟你说不会。那有一个病人，有一个医生可能不会这样讲，他一定会跟你，他可能就会跟你说，这种技术做故意整的呀，无人听啊，无人安尼做啊，医生挺笑的，所以有可能会被骂回来，说无人安尼做，所以我就是在笑的好，那麻烦度呢？麻烦度，什么叫麻烦度？那你可以选择植牙，也可以选择自体牙移植。那麻烦度差在哪里？自体牙移植可能要拔2颗可能分1次手术，就是拔完之后再1次移过去，在1个月后再1次移过去。有可能要花3、4次抽神经，然后之后呢做假牙也要2、3次，来回次数会比较多。不像植牙大概就是牙根放进去，有些比较简单的牙根放进去。拔掉之后，牙根放进去，就等1个月之后就放假牙，这样就做完了。如果可以，你的时间可以配合，如果你也想要移过去，那就 OK 啊，所以它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接下来呢，手术困难度，有时候手术困难度要磨牙齿，因为你拔下来牙齿长了什么样子，跟你原本的牙根长什么样子有一样吗？没有，不像植牙我们就用钻针，钻到它固定大小，然后就把那个牙根插进去。简单很容易 fit 的。那我们有那个自体牙移植然后就搞钢，那个就修里面那个骨头因为大小有时候智齿很大颗，有时候智齿很小颗，修里面那个骨头，有时候修到快哭出来，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里卡住。然后呢，智齿的变异度比较大，有时候抽神经不好抽智齿抽神经不好抽所以可是它最大好处就是复原快了那植牙呢植牙大概我们做1到2次。有时候要补肉有时候要做假牙，不一定你看有固定的钻针相对来说就磨那个洞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点这个是出自我们上次公班去讲公有这样就是头前去谁倒你就是不拔不把前面那个蛀到牙根了，你看那么多，牙根现在一点点健康它用3D 列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3D 列印的费用。去做手术模拟所以呢，智齿呢有治堪拔，只需拔，末代蛀烂都拔之甚至有些前后都蛀烂了，都一起拔掉了所以智齿越简单越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部分，好不好？好我们下一次我们来看下半段的部分 ，OK， 拜拜。